辉达最近最值得看的，不只是股价涨了多少，而是市场开始同时问两个相反的问题 ：AI 基础设施还能烧多少钱？黄仁勋打造的这家公司，究竟是又一个长期复利机器，还是一段被估值推高的科技狂热？这个问题正好把我们带到克里斯多夫梅尔的书《百倍股》。作者研究的是一类极端罕见但又真实存在的股票，投入$1，最后变成$100；投入$10,000，最后变成100万美元。这本书不是教人追热门题材，也不是鼓励买进任何看起来有故事的公司，而是试图拆解一件更困难的事：什么样的企业能在足够长的时间里把成长、估值、资本配置和投资人的耐心结合起来，最终产生惊人的复利结果。这也是为什么辉达是一个好入口。今天有很多人看 AI 股，第一反应是看季度财报、资料中心订单、毛利率、竞争对手、出口限制，这些都重要。但百倍股提醒我们，真正的大问题不是下个月涨不涨，而是这家公司能不能在10年、15年甚至20年里持续扩大市场，守住利润，把资本投向高回报机会，同时让投资人忍受中间必然出现的暴跌和怀疑。书中反复强调一句精神：买对，然后拿住。难点不在口号，而在实际执行。很多人以为自己错过百倍股，是因为没有在最低点买进，但作者给出的答案更残酷。更多人其实买到过好公司，只是太早卖掉，或者在股价沉寂时失去耐心。百倍股真正考验的，不只是眼光，而是能不能在市场每天制造噪音时，仍然像企业主人一样思考。克里斯多夫梅尔在书中做了一项研究，追踪1962年至2014年间达到百倍回报的365只股票。这个样本本身很有警示意义，因为它不是一套精密公式，也不是保证未来复制的选股机器。作者承认，研究百倍股一定有后见之明，也有幸存者偏差，但这些成功案例仍然揭示了几个逻辑上无法绕开的条件。第一，企业必须有长期成长。短期股价可以靠情绪推动，但百倍回报通常需要营收、利润、现金流和市场空间在多年里一起扩张。第二，市场愿意给更高估值。书中把这称为推动百倍股的双引擎，盈余成长加上估值倍数提升。只靠其中一个，通常很难产生百倍效果。当一家企业从被忽视、被低估，走向被市场理解、被资本重新定价时，回报会被大幅放大。书中提到魔爪饮料就是典型案例。早期它不是今天大家熟悉的全球饮料品牌，而是一家容易被忽略的小公司。但当能量饮料需求快速增长，公司的盈利能力开始加速，市场对它的看法也跟着改变。盈利不只是上升，而是以极高速度上升。估值也不只是合理修复，而是因为市场开始相信它有更长的增长曲线，给了更高倍数。这种组合才让股票出现爆发式回报。另一个重要案例是餐饮加盟公司，它靠创始人持有大量股份，持续复制品牌，并购新概念，扩大门店数量，把现金流反复投入可复制的增长机会。这里的重点不是哪一家公司更神奇，而是机制很清楚：小基数、大市场、高回报再投资，管理层与股东利益一致。这些条件叠加后，才可能让时间变成投资人的盟友。这也能反过来看辉达，市场现在讨论它，常常卡在估值高不高、AI 投资是否过热、竞争者是否追上来。但百倍股的框架会比我们问更底层的问题：辉达的市场是否仍在扩大？它是否只是卖晶片，还是在资料中心、网络、软体、生态系统中形成更深的锁定？黄仁勋是否能把今天的高利润转化为下一轮产品和平台优势？如果答案是肯定，估值波动只是过程；如果答案是否定，即使短期财报漂亮，也可能只是高峰期的繁荣。这本书最有价值的地方，是它不让投资人把热门题材当作答案，而是要求你把题材拆成可验证的长期复利机制。百倍股最反直觉的地方，是找到好公司只是第一步，真正困难的是不被自己毁掉。
书中花了很多篇幅讲咖啡罐投资组合，这个概念来自一个很古老的做法，把重要东西放进咖啡罐，藏起来，长时间不动。放到投资里，就是挑出你最有信心、最希望长期持有的公司，然后在很长时间里不要因为市场情绪频繁交易。这不是懒惰，而是一种制度设计。因为大多数投资人的问题，并不是资讯太少，而是行动太多，看太多价格，听太多预测，追太多新闻，最后反而让人用短期波动破坏长期回报。书中有一个很直接的提醒，许多伟大股票在成为100倍股之前，都经历过大幅回撤，长期横盘，被市场嘲笑，甚至看起来像失败。苹果、伯克夏、亚马逊这类后来被视为经典的公司，中间都曾让持有人承受巨大压力。问题在于，投资人常常把股价下跌误判为商业逻辑失效，又把股价上涨误判为应该落袋为安。结果就是，真正的复利刚开始发生时，很多人已经离场。作者引用汤马斯·菲尔普斯的核心思想：不要因为非投资理由卖出。价格上涨不是卖出理由，价格下跌也不是卖出理由。真正的理由应该是你对企业本身的判断错了，或企业的长期经济特征变了。回到辉达，这个框架能让我们更冷静。它不是告诉你现在必须买，也不是说辉达一定会成为下一个100倍股，而是提醒你，判断一家公司不能只盯着热度。真正该问的是，它的护城河能否跨越技术周期？客户是否被更高效率和更完整生态绑定？管理层是否像所有者一样配置资本？未来的成长是否足以消化今天的估值？如果这些问题答不出来，就算股价再热，也只是投机。如果能答得越来越清楚，短期暴跌反而可能只是长期故事中的一段杂音。100倍股给普通人的最大启发，不是幻想抓到100倍回报，而是建立一套更严格的判断方式，少看价格，多看企业，少做交易，多做研究，少追下一个故事，多问这家公司是否真的能用10年以上的时间，把资本、创新和耐心转化成可持续的财富。